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肖战经纪人泄密恋传闻，工作室火速否认；李沁杨紫再成绯闻焦点。娱乐圈这瓜田真是3天不来就慌了。前脚刚送走王力宏，这厢肖战又被绯闻雷达锁定了。要我说，这顶流体质也是玄学，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能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事情是这么回事儿，那位神出鬼没的狗子张小涵又双若卓出手了。这次他没直接甩照片，而是玩起了抽象派艺术，PO 了一张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画儿。说实话，我第一眼看过去，还以为是哪个幼儿园小朋友的涂鸦作品。可咱们这届网友，那可都是自带放大镜的福尔摩斯，他们愣是从这团乱麻式的线条里找到了破案的关键男主角的耳垂弧度，据说和肖战在某个红毯上的生图相似度高达 99.9%。这观察力，不去 FBI 报道都埋没了人才。肖战恋情4个大字，瞬间以火箭般的速度蹿上热搜榜。眼看着这火越烧越旺，肖战工作室那边估计也是急得跳脚，连夜启动了光速辟谣模式。只见他们熟练地掏出祖传辟谣3件套，截屏、红叉、加粗感叹号，一顿操作猛如虎，生怕晚了1秒，自家艺人就要被盖章名花有主了。这速度，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工作室里养了一群程序员，专门负责写辟谣文案。不过，这套路吃瓜群众们早就门儿清了，毕竟这也不是工作室第一次这么干了。有好事者统计了一下，这已经是他们第3次用类似的措辞否认肖战和同一位绯闻女友的传闻了。于是，有人忍不住调侃道：“我说战工作室，你们要不干脆把与艺人无关设成自动回复的了，省时省力，还能提高工作效率，老板看了都得给你们涨工资。”说到肖战的绯闻史，那可真是一部比韩剧还狗血的连续剧。从几年前的隐婚生子乌龙，到去年的意大利庞贝古城甜蜜游，再到最近的巴塞罗那机场私奔记，每一个绯闻都像一颗深水炸弹，炸得娱乐圈不得安宁。就拿那个隐婚生子来说吧，一张肖战抱着朋友孩子的照片，硬是被解读成了父爱如山。我当时看到这新闻，差点没把刚喝下去的水喷出来。这届网友的想象力，我只能说佩服佩服。还有那个庞贝古城甜蜜游，考古学家都没他们那么认真，愣是把庞贝古城的每一块地砖都研究了个遍，就为了证明肖战和绯闻女友是不是站在了同一块石头上。最离谱的是，有一次直播爆料说有个顶流男星带着美女出入洗浴中心，虽然事后证明那只是剧组的庆功宴，但网友们早已脑补出了一部80集顶流桑拿情缘，这剧本绝对能拿金钟奖。当然，在这场绯闻风暴中，还有2位女明星，那真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她们就是李沁和杨紫。当年，李沁和肖战一张滑雪合照，被网友用显微镜放大了 N 倍，愣是从雪板的倾斜角度分析出了爱的密码。我说各位，你们是没见过滑雪吗？摔倒了都得找个平衡点啊。杨紫就更冤了，只是跟肖战吃了一顿火锅，就被解读成了秘密约会。我说各位，你们是没跟朋友吃过饭吗？难道跟异性吃顿饭就一定是情侣关系吗？更夸张的是，2家工作室的澄清声明，在 CP 粉眼里都成了此地无银300两的证据。我说各位 CP 粉，你们是没看过《甄嬛传》吗？这宫斗剧的套路，你们学的倒是挺快。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绯闻战争中，肖战工作室早已身经百战，练就了一身辟谣神功。他们的辟谣速度
已经超越了光速，达到了意念辟谣的境界。而咱们这些吃瓜群众呢，也自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绯闻产业链，同人小说、漫画番外、伪纪录片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商家推出了肖战绯闻碎片盲盒，里面装着历年爆料截图和显微镜及分析报告。这生意头脑，我给贵了。说到底，顶流明星的感情状态就像一个薛定谔的猫，在打开盖子之前，谁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工作室的单身声明和狗子的真爱漫画永远在平行时空里互相拉扯，而粉丝们呢，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妈妈粉，坚决不允许自家爱豆谈恋爱；另一派是催婚党，恨不得立刻把爱豆塞进民政局。但话说回来，咱们为啥这么关心明星的感情生活呢？说白了，还不是因为无聊吗？在996的社畜生活中，看看明星八卦，就当是放松心情了。而且，顶流明星的感情生活也早已超越了个人范畴，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他们的每一次恋爱、分手、结婚、离婚，都能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顶流明星自带流量，他们的绯闻就是最好的营销手段。无论是工作室，还是狗子，甚至是商家，都想从中分一杯羹。所以说，这场顶流人生模拟器，咱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工作室负责辟谣，狗子负责爆料，粉丝负责应援，路人负责吃瓜。大家各司其职，共同构建了一个热闹非凡的娱乐圈。至于这场戏码什么时候落幕，谁也不知道。或许只有等到肖战亲口承认恋情的那一天，这场全民狂欢才会真正结束吧。不过，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吃瓜，顺便期待一下这场顶流人生模拟器什么时候能更新官宣 DLC 吧。最后，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肖战这次的绯闻是真的吗？